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。朕读春秋，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。罪臣万死。罪臣待我主启陛下，息雷霆之怒，休割止战，以全民生。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，奉圣朝之望朔，岁修共事，以恕罪愆。怕不是有些晚了。臣闻唐尧有德，其人如天，痛百姓之离罪，有众生之不遂。虞舜有义，其术如泽，奉古木之父叟，养警觉之帝相。陛下圣德巍巍，宽怀荡荡，以仁义治天下，何在乎早晚？你是李从家？正是下臣。你的书读偏了，这不是私仇，这是公罪。朝廷并无穷仇问谏之嫌，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。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。不要说朕不是3代圣君，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，尔家也难免4兄之放。监王，你以为呢？去尊号，通商路，修共事。江南之地，陛下或可许他家1、2世恩荣。听明白了吗？罪臣听明白了。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。我主聪睿，必不失陛下所望。元朗兄，夜色不早了，大王早些歇息吧。元朗兄，有话但说无妨，小弟在此洗耳恭听。下官位卑言轻，不敢以下犯上。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，以全金瓯？大王可知，朝廷为了这一战，准备了多少年？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？大王乃是东南之主，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国之重臣，一言可兴邦，一言可灭国。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，由不得陛下不从。只是可惜了，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，励精图治，夙夜忧心。他把心血熬干了，才换来了今日这场轩赫大胜。没想到，大王今天几句话，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，10余万的兵马，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、割据一方的本钱。这些事，陛下不懂吗？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？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？各营将士，战没者几何？伤病者几何？离家一载，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？元朗兄是做将军的，这些事儿，难道不知吗？朝廷大军乏粮，可吴越有粮；朝廷大军久战疲惫，可吴越有兵。南唐能不能灭？李家能不能降？
得看吴越这位国主，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，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？不干九郎的事。陛下降尊号为国主，这一条已经议定。至于通商路这一条，可于舒州、河州、扬州分设阙场，以通事宜。许南梁北邑，眼下也不算为难。只有修贡事这一条，为了支应这场战事，朝廷已掏空了家底。再要补齐贡书，户部左藏这一边，实在是打不出来了。勉力为之吧，先把今年这一年支应过去再说。不是一年。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，是从广顺元年至今，总计6年所积欠的贡书，要朝廷依次缴清。什么？这岂有此理吧？这怎么6年，120万银券？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，10年之内，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。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，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，书县纳捐，再免去诸军3年的犒赏，勉强可以凑得起来。你这是昏了头了！你当朝廷是什么？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，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。家父吧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，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？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，淮南新定也要捐免3年的钱粮。也就是说，这3年之内，朝廷只能靠着贡书、商事以及关中、河北两地的税赋过日子。不是不想再打，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仗要是再打上1年，灭国破都，或许不难。可是中原复兴之地，又要生出几10万的流民来，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！人活着，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；人活着，才能继续缴纳税赋；人活着，才能够生儿育女，滋养人丁。朕为天子，既求山河之一统，也要顾及百姓之民生。这样的朝廷，才称得上是正数。吴越国中近些年行包税之制，记下些钱粮银券，金穗贡书，可以翻倍。朕收了。其实百姓或许艰难，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的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，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。中原周郡打了几10年，主权重理天下，五朝问题，你也来，他也来，其他人也来。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，这些年过去，家底子也都掏空了，能留存血脉，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。快100年了，中原没有世家了。完事之后，朕要丈量全国田土，要接着削藩，接着裁兵，要将3成的军屯田土发作袋子，授予百姓，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，去伺候土地，去蓄养牲畜，
去种桑树，去种果树，去种菜蔬。3年之内，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、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。指着“太平年景”4字，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。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，只是如此，朕还当不得。朕闻吴越国先武肃曾给王妃寄书，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确有此事。国中夫子们都说，家翁虽读书少，可这句话着实说得雅致，不似我这鱼肠子般粗鄙市侩。望天下烽火平息，望世人安居乐业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矣。九郎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要安梨树，要养生息，要治太平。九郎珍重，待陌上花开之时，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。臣钱弘处奉诏。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5年，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，大兴海洋贸易，以本土所产粮米、绢皮等物泛海交易。一时间船舶如织，商贾云集，沿海之民皆受其利，国用因而大增，府库充盈。去岁南北海役，粮绢货值已超黄龙社平安京、高丽、暹罗3条航线海役总值2倍有余。中原如何？去岁株洲大熟，莱州榷场海役货之中，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50%。大王，胡令公病重，怕是……父亲，大王来使急来了。大王，灵公，大王，臣吃不了肉了。那个时候，大唐还在，皇朝还未曾起兵，臣于今时不定，垂头丧气回到家中，禀告父亲，儿子无能，没能取回功名来。
那一日，父亲狠下了心，宰了一口小羊，烹好了，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。大王，臣也读过书的，史书礼乐，春秋一传，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。那时候老王还在，曾打趣臣，读了这些个文章，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，岂不可惜？臣对老王说：“能活着，能吃肉，有甚可惜？”臣现在吃不得肉了，要去见老王了。令公好生养养身子，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。臣就要死了，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臣说吗？看起来，大王与臣没什么说的。可是臣有几句话，非以大王说不可。如今国家成平，政事上有袁德昭，臣不担心。大王又是英主，期待先王留下的基业，有大王承继，那便是吴越的福啊！令公啊，臣还没说完，臣下边要说的话才是顶顶要紧，大王定要记在心中。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，南唐西蜀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，你和他有救，这是好事。可私情毕竟是私情，国事毕竟是国事。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，总有一天，他的眼睛会看过来，会看到大王，会看到吴越。大王要尽心去查，江山社稷面前，兄弟之情敌不得失，亟待先王立下的基业，那是百般困难，才有了如今吴越之强盛基业。大王万万不可轻弃。臣知道，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吴越，也不只是东南。可这110年来，天下人都是
自家顾自家的事情，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，还慌成什么其他？吴越一片太平盛世，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！领空安心，姑都知道了。老臣万死，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历代先王起个誓吧。丁公说他要睡一会儿，不要再叫他了。父亲。一代权臣胡进思年97而卒，少时弃文从武，左钱流创业，共奠吴越基业。其后平徐皖之乱，护乾元观归航，义劝莱州归后唐，势压江左，堪称吴越首功之臣。历仕3代武王，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。然亦专权跋扈，废立君王皆出其手，终以忠臣乱臣难评说，垂诸吴越史册。如今南唐未定，西蜀未灭，如若贸然兴兵北伐，无异于自失其先，受制于人。一旦南唐、西蜀乘机谋我，腹背受敌，其实莫说北伐胜负，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、关中之地，亦将不保。范相公所言极是。若要北伐，需先定东南。南唐虽已去帝号，只称国主，但其国力未衰，只称臣而未纳土，野心昭昭，随时有反噬之势。若要牵制金陵，使李氏不敢妄动，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，去其赋税以示仓廪，取其兵马以充营伍。有了这10几万的兵，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，皆可从容错置。赵匡胤，臣在。你以为呢？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，这是2件事。北伐必居倾国之兵，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。吴越立国以来，善使中原大国，迄今已有50年，治国之中，与朝中大臣无异。大军北伐，南方若有异动，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做事。前世是吴越国主，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？一国之政，不当论以私情；一国之利，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。
封闭入谷，不过朽木而已。唉，为朕这一病，连心气儿都散了。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，陛下行险冒进。若是往日，第一个站出来言陈厉害的，必当是你。怎么今日反倒哑了，连一个字都不说了？文素若是有暇，不妨去学士院一行，看看。看看天子的脉案。元老，北面州郡诸军的员额5倍，你所知有多少？郑宁军驻守澶州，天雄军驻守大名府，天平军驻守运州，我恒海军驻守沧州。州军驻节州郡，至少5000精兵，过万的府兵。其余诸州的兵马，少则2000，多则3、4千。北面防务10几个州郡，总兵马6万有余。陛下，方才廷议之事，即为相公与典检所议，皆为公允之言。眼下立夏刚过，夏粮未收，南唐西蜀亦未平定，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。自殿前司经军中典检元首，正要出巡。官家出巡，随驾公卿，素未进军，行在大臣。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10日到1个月，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，布置警备。明日便出巡，确实有些仓促啊。明日即行。这宿卫禁军都未曾点检，天子出巡啊，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？什么钱粮食水、盐菜粗布，那都要准备的呀。这明日起行，如何能来得及啊？殿前司朱营皆留副使坐守，咱们兄弟10人自各自营头拣选1个师的精锐，凑齐100名甲士，护从官家出巡。100名护从圣驾，大郎，都听明白了，就各自回营准备吧。诺。